毫不夸张的讲，很多的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将会在年底无缘无故的就发财了，财富自由了。为什么？因为黑天鹅还是出现了，欠了全世界无数钱的日本居然主动的申请升息，也就是主动的给各位的债主多还点钱嘛。而美联储的代言人也走了出来，宣布距离降息也不远了。这关台湾人和香港人什么事呢？因为钱将会从日本和美国流到台湾和香港，财富又将重新的洗牌了。大家好，我是傻医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美国升息，日本利率降到负的情况下呢，无论是美股还是日股都在不断的暴涨。原因是全世界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从日本借钱，然后把钱投到美股，或者直接买入日本贬值的资产。里面玩的最牛的呢，就是股神巴菲特。今天你日本人打工赚到的钱存到银行，然后巴菲特就直接用接近零的利息呢把它借走，借走了以后就直接买下你们日本的五大财阀。这五大财阀呢一直以来都是垄断了日本人的衣食住行的，也就是到最后巴菲特假设借了你100块，但是他只需要还你几毛钱的利息，而他就用你们日本人的钱买下你们日本人的公司，成为了你的老板。你帮公司赚到的钱都会流进他的口袋，然后你回到家吃个饭洗个澡买件衣服等等，把薪水超过一半都花出去的时候呢，这些钱又会流进巴菲特的口袋，相当于你借了钱给别人，那个借钱的人呢还成为了你的统治者。所以这段时间不仅巴菲特懂得这么玩，全世界的投资人都会在日本低成本的借钱，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日本贬值的资产，或者兑换成美元，投资美国高利息的债券和高增值的美股。但是问题就来了，现在整个故事呢准备反过来的话，日本借钱不再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了，借钱给美国呢，人家也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高的利息了。那么美股和日股是不是就会崩盘呢？而在此之前，你会发现90多岁的巴菲特，他的公司早就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现金，是60年以来最多的。代表了什么呢？这个巴菲特好像已经卷钱跑路了。而历史告诉我们，当美国降息，日本升息的时候呢，全世界的钱都会流进去香港和台湾，所以这一次台股和港股也将会暴涨。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一直有 follow 我的影片的 IG， 我们的布局无论是美股、黄金还是比特币，都已经遍地开花了，都已经进入到财富翻倍的收成时机了。而这一次呢，我们将会转战和布局其他的市场吗？股市或者比特币等等的市场见底之前呢，有什么信号让我们逃生吗？如果你不想要再错过经济衰退以后的复苏暴富时期，那么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的可以跟着来做。好了，这一次呢可能是最后的警告了。为什么很多像巴菲特一样的金融巨鳄现在突然持有这么多的现金呢？其实不是因为他要逃跑，也不是怕危险来临的时候有钱去应急，而是准备换一个地方收割。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一个真相。美国的资本家其实到底想要收割谁呢？那么我不想要再得罪某些势力，我以下讲的都是假设啊。各位，2018年开始发生了什么事呢？中美贸易战，对吧？这个贸易战是怎么打的？不是说你飞一个子弹过来，我飞一个子弹过去的。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中国的股票要回归香港，然后禁止美国的钱去投资香港，导致了很多的美国资本从香港撤资，然后呢交关税，让中国制造的东西卖不出去，而中国很多的东西呢都是经过香港出口的，那么生意少了，香港自然也混得不怎么样。然后呢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从18年开始，香港就是一个多事之秋，什么政治啊、移民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呢就不断的出现。还有你会发现，日本和印度的股市呢好像不断的被推着上去一样，只懂得上涨，不懂得下跌。所以香港人很多的钱呢都跑了过去日本和印度。那么问题就来了，香港消费的人移民走了，出口的生意减少了，还有投资的钱呢都跑到别的市场去了。
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开支呢也减少的时候，那么普通人关注的就是经济变差了，而我们资本家真正关注的就是如何去做空香港的资产，而最简单的就是恒生指数。很简单啊，你看一下这张图，从18年开始到现在，香港的恒生指数呢，也就是香港的股市大盘呢，就直接暴跌了56%。很多人就喜欢长期持有股票，那你告诉我怎么个长期持有？100万6年的时间直接没有了56万，平均每年就亏个10万左右。那么香港人亏掉的这些钱是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有人亏钱，那就肯定有人赚钱，对吧？那这些钱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呢？看涨股票的人都亏钱了，那赚钱的当然是看跌股票的人啊，也就是做空卖空的人啊。所以如果你是美国的资本家、财阀和家族，你早就知道你的国家准备要打压和制裁中国，你明知道资产的价格呢将会暴跌，但是中国的资金呢不容易掉进去，也不容易调走，那么你会做空什么地方呢？就是香港啊。所以很多的资本家都说了，现在的香港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你觉得这些资本家走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吗？难道这样就开始收手了吗？还有最狠的一招呢，就是疯狂的升息。之前就说过了，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呢，全世界的钱都会流进美国，因为借钱给美国呢就能赚到很高的利息嘛。那么当大家都抢着兑换美元的时候呢，美元就会升值，一个地方的钱都流走了，大家都没钱消费和投资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资产就会贬值，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现金去收购其他国家贬值的资产。以前1个亿的美元呢只能买1块地，现在就可以买2块了。而升息最狠的就是引爆内地房地产的市场，因为内地的建商呢，比如说是恒大，就借了很多美元的贷款。那么美国升息的时候呢，以前本来只是欠100亿美元，只需要还650亿人民币就好了。现在美元升值了，那些建商呢就需要拿730亿人民币去还债，所以以前还不起，现在就更加的还不起，然后就爆了。所以美国的资本家真正想要做的就是透过推倒香港的股市和金融市场，再把风险传到内地，最后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中国内地去妥协，不得不引入外面的钱去救经济，然后被迫开放金融的市场。只要中国真的这么做了，那么美元呢就可以随便的流进去。刚才说了，升息的目的呢就是让美元升值，其他的国家资产贬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巨鳄现在都持有美元了，就是因为现在美联储升息呢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元现在已经是最值钱了。下一步他们等待的就是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去收购中国内地的优质资产。收购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再像以前一样不断的印钱，推高他们手上资产的价格，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泰国和日本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剪羊毛，拿可以随便印出来的美元去换人家的优质资产，从而在背后去操控和影响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美国资本家发动的金融进攻。但是中国会不会让他们得逞呢？上一部影片有提到了，美国建国250年以来才借了全世界32万亿，但是这半年以来的升息呢，已经让美国多借了2万亿美金，这笔钱他连利息都不够还。所以中国要做到的就是死守，去跟美国耗，跟他们比命长，因为他们的利率呢已经倒挂了，他们很多的银行都已经倒闭了好几家了。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你只需要问银行借个100万，你贷款的利息呢是4%，然后呢你再把这100万存到银行里面，银行呢就会给你5%的存款利息。只要你就这样不断的借钱存钱，每次就赚个1%，就可以不断的空手套白狼了。而银行怎么赚钱呢？它本来就是把你的存款借出去嘛，中间呢去赚个利息差。现在好了，利息倒挂了，那么只要美国维持高利息的一天呢，银行的成本就会不断的增加。那么现在2线的银行呢已经扛不住了，1线的银行呢后面如果也爆掉的话，
就会像当年雷曼兄弟一样爆发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升息以后不但没有收割到中国，还把自己弄爆了。那怎么办呢？首先就去安抚那些中小的银行告诉他我们很快就要降息了。但你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实际上呢，现在就算不再升息了，但也维持在一个高利息的状态。原因很简单，他还没有打爆中国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再加筹码，出动他们的秘密武器，让日本也跟着去升息。你要知道，日本很多钱呢已经被什么东南亚，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等的这些地方的人都借走了。现在升息呢，就让他们的借款成本增加，那么他们借的钱呢，就需要想办法还给日本。东南亚的经济呢就会受到重挫，而中国呢现在出口最多的地方呢就是东南亚。当东南亚那边的钱变少了，那么自然就会减少购买中国的东西，然后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但是日本它欠的债比美国还要多是不可能升息的。但是为什么日本最后还是升息了呢？为什么日本会失落了30年呢？有人知道的话可以留言，这个呢我就不敢多说了。而日本升息之后只有2种结果，注意听了。第一呢，就是跟美国一起成功的打爆中国。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电车有点厉害，用摩打去取代了传统车的引擎，未来呢甚至有可能取代什么保时捷法拉利这种。而日本呢赚钱很大一部分也是靠卖车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日本就有机会在中高端的产业冲击到中国。那么如果不成功呢？现在日本很多的资产价格其实都已经被美国的资本家拉了上去了，房地产和股市呢都涨爆了，而且很大一部分的一些资产呢都是巴菲特这些美国资本家几年前去抄底买下来的。那现在这么高的位置，如果到时候美国那边也有问题了，他们需要钱了，然后就在这里的高位去抛掉，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这些呢就是整个游戏背后的故事。但我们关注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不是谁赢了还有谁输了，而是这输赢以后会出现什么的大趋势，有什么反而更赚钱的机会呢？我最近去了银行办了点事，我听到旁边有个类似基金经理的人呢在游说一个客户，告诉他现在的美股涨得很厉害了，然后说了一连串的美股很有前途的话之类的，最后就成功说服了那个人投钱进去购买他的产品。那么我就很纳闷，因为我们那边呢是属于绿色通道，也就是说那个被游说的人资产也是比较高的，而这个人呢居然就这样把钱暴露在这么高风险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一丁点自己的判断。所以基于我的判断，他应该只会做生意，对投资呢一无所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美股、日股大牛市接近尾声的时候去买股票，就算你买的那一家公司有多优秀，你也可能会买在最高点，然后被套牢，甚至会输掉你所有的身家。而选择大于努力，有些人无脑的买了一些很烂的港股和台股，但是这2个地方的股市呢，可能就进入到了大牛市，很多的烂股票也突然间暴涨，无脑的人呢也就这样成为了有钱人。尤其是现在，我和我的弟子呢在前期已经买了很多的美股、比特币和黄金 ETF 的，这些呢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不能骗人的，早就在我1-2个月前的影片提到过了。那么现在日本升息，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利息的情况下呢，我们预期股市呢将会达到高潮。高潮的意思呢就是肯定会更疯狂的冲刺，我不是说什么黄色的东西而是说牛市就真的就是这样的，有前戏，有中段，有高潮，而现在就是步入高潮的阶段。你可以看到我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呢，美股突然间又跳空的冲上去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的收成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反而会减少去购买美股，我们买美股呢是变得更加的小心，同时呢我们也不会很着急的一下子卖出所有的美股，因为只要不触及到我们的止盈标准呢，我们就继续的任由这只股票替我们赚更多的钱。当然我们也只是减少买入股票，并不是不买因为股票分3种，比大盘先涨的，跟大盘一起涨的，或者比大盘慢一点才涨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选择最落后，买入那些现在才开始暴涨的股票。
但是我们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出现转势的信号，从牛市转到淡市，甚至是熊市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准备慢慢的把所有的股票卖出获利。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美股最后的暴赚机会，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在价格上升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进场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是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掉的只是亏1块钱。我不需要花时间去盯盘，也不需要去学习什么财报、看基本面等等的因素，因为这些呢都是很主观的，而唯一真正能影响到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的是供应和需求，而这些呢都会在图表上面留下来蛛丝马迹的，是不能够去骗人的。但是很多人说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我的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那么未来我们的股市应该怎么布局呢？刚才也说了，其实很多的美国资本家呢都已经手持现金，准备转战另外一个地方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现在，因为就算日本升息呢，但是它只是升个0.1%这么多，其实日本跟美国利率的差距呢依然是很大的，所以暂时并不会有明显影响美国的资金流到日本的情况。所以最后还是要看谁熬不住，是中国先开放金融的市场呢，还是美国先降息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最后也会降息的。就算中国开不开放这个金融市场，很多存在银行或者是在美国的钱呢，都会流到两个比较明显的市场，这里就是重中之重了。注意看了，很简单的，这上面呢是台湾股市的大盘，下面呢是美元指数。你会发现台湾股市上升的时候呢，美元就会下跌，美元就会不值钱；台湾股市下跌的时候呢，美元就会上涨，美元就变得更值钱，对吧？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元强的时候呢，台股就弱；美元弱的时候呢，台股就强。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完全的相反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的后面，现在美国预期升息已经到顶的时候呢，可能快要降息的时候呢，这段时间以来美国都是走弱的，所以台股呢就上涨了，甚至准备破顶了。那么如果美国正式宣布降息的时候呢，会怎么样？美元是不是就会再进一步的去走弱？而台股会怎么样呢？所以其实台股已经进入到牛市了，而且可能只是在前戏或者刚进入到中段的时间，充满着非常多的赚钱机会。而香港呢，其实规律也是一样的，美元弱，港股呢就强；美元强，港股就弱。但是唯一不一样的是，港股是美国资本家追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放大这张图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港股虽然在美元走弱的时候出现了反弹，可是整体的趋势呢都是长期下降的，都是处于熊市的状态。也就是说，台湾和香港的股票市场呢，我目前会更偏向于布局台湾的股市，我会等待美股收成期结束了之后，再找机会投资台湾的股市。那么这些最新的消息呢，你在第一条链接报名了股票投资班之后，我将会私底下的告诉你。至于港股呢，我也并不会放弃，而是等待美元降息，钱都不再存起来了，而是流进香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第一时间的去布局。那么为什么我会关注这两个地方的市场呢？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政治原因嘛，懂的就懂，我就不过多的解释了。我只是想说，这一次美联储升息了，这次的金融战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中国嘛，而要进攻中国的金融市场，难道还有第三条路吗？至于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买多少等等，我们都是有系统、有策略的去投资的，而不是像大部分的人一样凭感觉或者听别人的建议。
今天只要我们懂得跟随趋势而行呢，无论今天我是交易股票、黄金、外汇还是比特币，其实我根本不太关心它的基本面。因为在资本市场里面买入能够赚到钱的时机呢，其实是低于1/4的。所以大部分的人投什么都亏钱，就是因为他们的买入时机都是很高风险的。你思考一下，买股票、买比特币，什么时候能够赚钱呢？只有它在长期上涨的时候啊，其他的时间呢，它可能也会涨，只是涨了之后很快就跌回去了，甚至是暴跌了，那么你就会被套牢了。所以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年底的时候呢，将会是我们财富翻几倍、再次收成的时刻。那么有的人原地踏步，连自己的财富被无形收割了还不知道，而有的人呢就提前布局，默默的就跨越了财富的阶层。而你会怎么选择呢？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吧。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真的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